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6月29日，我们在日本旅行的第4天。昨天我们已经离开东京，到了位于日本中部的长野市。今天我们要去参观著名的户隐神社，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我们还会到有1400年历史的山光寺去看看。启程之后，惊喜地发现今天是个大晴天，蓝天白云非常的漂亮，心情也特别的舒爽。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欣赏大自然美景的天气，只是需要做好防晒，防止被晒伤。出来买早餐，发现星巴克似乎比中国便宜不少，而且可以用支付宝支付，也难怪车站的星巴克排队那么长。吃过早饭之后，我们就去巴士站排队了。去户隐的车站在这儿，旁边的案内所里可以买票。有人工服务，也可以拿个巴士车表和旅游地图，方便随时查询。直接买1日券应该是最实惠的方案，而且免去了在车上付费的麻烦，给司机看一眼那个1日券就好了。感觉他们的1日券并没有什么防伪的设计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自己打印这个券。我们计划先到最远的奥社，然后往回玩中社和宝光社。在车上要挺久的，可以好好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。从城市到乡村到田野再到山上，每一段路都有独特的风光。天气好的话，有些路段还可以远远望见远处的城市，所以在车上也不会太无聊。建议坐在右边靠窗的位置，视野会好一些。还沉浸在路边的风景的时候，车就已经到站了。有阳光的天气总是能给风景额外加分。那里有卖冰激凌的，吃个冰激凌再走。在这边最好先上个卫生间，里边要走很远才有卫生间。休息好了，出发。这
要沿着路走，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神社的鸟居了。日本人进神社参拜的时候，都要在这个鸟居这儿鞠个躬。过了这里，接下来就是一段漫长的徒步路程。刚进来的时候还没有高大的杉树，两边有不同品种的植物，可以听到非常多鸟叫的声音，偶尔有挂着熊铃的游客走过。据说在这边有游客目击过熊，所以很多人在进来之前会准备一个铃铛，作用可能是用很大的噪音烦死那头熊吧。估计今天我们没有机会遇到熊，这些铃铛真是太吵了。满眼的绿色植物和这个斑驳的阳光，再配上鸟叫声，真的非常的治愈，有种 ASMR 的感觉。这里路修的也还不错，挺平整的，应该不需要特意穿很专业的户外装备，普通的运动鞋应该就够了。女生的话最好也不要穿高跟鞋，路上还是会有很多坑洼的和凸起的石头，而且要走挺多路的，所以运动鞋应该还是必不可少的。被光照着的树叶呈现出的那种浅绿色，真的很治愈。继续往里边走，路边的树就越来越高了。走着走着就进这个杉树林了，那个特别粗的应该有上百年了吧。前面应该就是随神门了，门前有2个石狮子，一边是奉献，另一边也是奉献。这俩狮子表情不一样，但是刻的字儿一样，应该是当时的人文化有限吧，词汇量不够让两边对仗工整的。好多游客在随神门这儿拍照打卡，想等个没人的机会应该是不太可能了。长这么多草，不会影响屋顶的稳定性吗？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这个建筑的柱和梁都是方的，往里走树就更粗了，都是特别高大的杉树，阳光都被遮住了，所以不会很晒。这儿的感觉真的很不错哈，人在树下边显得特别的渺小。有些树心儿已经空了，树真高啊！
树洞也是供奉的吗？话说这儿的树这么高，是怎么预防雷击的呢？这里小虫子也挺多的，如果是比较容易招蚊子的体质，最好穿长裤，把自己包严实一点。这里的环境很适合蚊子生存，在这边上厕所也会提示随手关门，防止虫子进去。讲到厕所，这里的厕所相比城里就没那么先进了，这边只能保证基本的清洁和没什么异味。这边没有那么先进的电子化的条件，需要自己手动冲水，但基本的卫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当然也需要大家自觉维护这个厕所的清洁。对于我这种走路爱好者来说，这是个不错的地方。不过如果不是徒步爱好者的话，可能景色会显得有点单调，而且路有点长。如果单纯是为了打卡，并且不喜欢走路，那可以考虑一下，可能不需要走到尽头的神社。到了神社之后，还要原路返回之前的巴士站，对于不喜欢走路的人可能会有点痛苦。我觉得如果只是打个卡拍个照的话，到随身门附近就可以了，或者往里再稍微走一点儿，在那边拍照就比神社这边会好。这里的景色主要就是森林以及高大的杉树，但是到了神社附近反而没有那么多那么粗那么高的杉树了。相对刚才的道路来说，神社这边反而显得有点平庸了。所以大家可以先看看视频，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到底要走多深。另外一个点就是这边半路没有卖水的地方，所以最好自己带一瓶，避免路上口渴。虽然路边的溪水看起来很清澈很干净，但是千万不要在野外随便取水直接喝。咱不是荒野求生，野外的生水是没有办法保证完全无污染的。日本人在参拜的时候要把手拍得特别响，这跟刻板印象里日本人这种低调的性格似乎挺反差的。我们在神社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就原路返回了，这里蚊子挺多的，停下来不动的话很容易就成为食物了。回来的路上感觉天更蓝了，同一条路还有一些不同的感觉。往回走的巴士在刚才下去那个路口的对面，我们坐巴士到下一站中社，在中社那边吃午饭。在车上晃悠一会儿就到了，游客多的时候可能会没有座位。到中社车站这边已经快1点了，肚子饿瘪了，赶紧先找个吃饭的地方。户隐这边最多的食物就是荞麦面，应该说整个信州地区都是遍地荞麦面。如果有过敏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麻烦，因为山里边其他食物比较少，那样的话可能最好就是自己带一些。
日本的荞麦面会比较偏清淡，以蘸面为主，蘸汁儿基本上也只提供咸味儿，然后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点葱花啊、芥末这种，口味的丰富程度远远不及中国。荞麦制粉的这个技术大概是在日本的镰仓时代从中国传到日本的。如果是手工磨制，面粉里会留很多的麸质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，是相对于精致面粉来说更健康的食物。所以很多减肥人士会选择荞麦面来代替小麦面条。但是其实荞麦面的热量也并不低，毕竟几千年来都是用来作为提供能量的主食来吃的。在这种地方吃饭呢，主要就是吃饱了就好，让自己有力气继续下午的行程。对口味的预期不要太高，吹吹空调，补充点水分，把肚子填饱，然后去逛神社。境内全域禁烟，这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这么多树木和木质建筑，有一点火星可能就是巨大的灾难。中社这里挺小的，最有名的应该是门口的这个大鸟居和那一棵800多岁的杉树吧。这个大鸟居据说没有使用钉子，应该就算是榫卯结构吧，这种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。你看这棵树，它又粗又长，这里不光树高哈，楼梯也挺高的。队友又要敲响退堂鼓了。这房子上长的不光是草了吧，这是树吧？这样真的可以吗？这边神社的木质建筑都是不刷油漆的，是不刷油漆还是时间太久掉了呢？如果不刷油漆的话，木头会比较容易被腐蚀吧？这方面有懂的朋友吗？可以分享一下。木头上印着很多小广告一样的图案，这种满墙的小广告现在在北京都很难见到了。如果在他们柱子上贴一个办证之类的，估计挺难被发现的吧。神社旁边有个小瀑布，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不过也是有很多蚊子。很多人都知道樱花是日本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植物，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青苔对于日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可能至少跟樱花有同等地位吧。青苔对于日式庭院来说，应该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了。石头雕塑弄成有点毛茸茸的感觉，是不是也挺萌的？反观中国这边就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路线。这边是把一种类似苔藓的地衣用来炒着吃。接下来是宝光社，这里距离巴士站会稍微远一点。哇哦，这个台阶看起来有点震撼，据说有270级，旁边的石狮子都比其他地方的瘦。这个角度往上走还是挺震撼的，那种压迫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敬畏之心。压迫感应该主要来自那些巨大的树吧，这房子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了。这个神社的这个梁雕得不错，不过就这一个建筑，别的也没啥了。
从旁边的一条小路下去会平缓一些，平缓一段，后边还得从台阶下。接下来就坐车回城了。今天走的虽然挺累，但是现在还挺兴奋的，所以我们决定回去把上光寺也逛了。这个时间的光线非常好看。上光寺门前的商业街也挺好逛的。如果想逛街的话，不要来太晚，他们下班挺早的。这里绿灯的音乐也很不一样。这个门楼修得好大呀！再往前走就看到上光寺的大门了。这里喜欢把门楼修得很大呀。我大概看出这儿的特点了，除了刚才那俩门楼和这个大殿，视野范围内没有其他稍微高大一点的建筑了。这个大殿相对其他的建筑的比例特别夸张，所以会显得它格外的壮观。这种格局的寺庙在中国似乎是比较少见的。据说这个寺是公元644年创建的。不过没有文字记载，那个时候中国这边应该是唐朝还是李世民执政的时期呢？玄奘去印度取经，差不多在回国的路上。大殿里边是不允许拍摄的，里边的主佛的佛像也不开放。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奇怪，日本这边寺庙的大殿修得特别大，但是里边供奉的佛像就很小。大的那种佛像好像基本上都在户外。关于这个点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说法。这个池子为啥罩起来呢？这个网眼的大小应该也拦不住硬币啊，应该不是防投硬币的吧？水挺脏的，应该不是饮用水井吧？难道是防止里边的东西出来？我们到远处那个塔那儿看看。这儿的花儿也开得挺好看的，感觉比东京那边开得好。这两头奶牛有什么寓意吗？这个塔是钢筋混凝土的吗？里边没有多少东西啊，逛一会儿就往出走了。队友心里一直惦记着外边那条商业街呢。现在是下午4点多，不到5点，外边已经有很多店铺关门了。真羡慕他们的生活呀，这么早就下班了。走着走着就到了这是念全堂吧。我们决定晚上去吃个烤肉，信州的牛肉应该是还挺有名的。由于是临时决定的，所以就在 Google Map 上搜最近的烤肉店，直接过去，看有没有位置。店里的环境还可以，不同的2桌客人中间有帘子隔开，虽然不隔音，但是他们也听不懂我们说的啥。我也是第一次见有补光灯的烤肉炉。
有摄像机的存在确实有点影响我的发挥了，稍微有点烤焦了。不过肉是真的挺好的。这个肉的脂肪含量很高，所以我们会稍微烤时间长一点，把油多烤出去点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我们2个人点了3份肉。看起来不是很多，但是吃起来就感觉有点压力了。肉的分量还是挺足的，最后我们俩都吃撑了。吃完之后，我们就走路回酒店了，要消化消化，明天可以晚一点起床。下午会转移去一家温泉酒店。那么今天的行程就分享到这儿了，大家周末愉快，晚安，拜拜。